大家好，我是42有13。话说有很长时间没有做炉石的橙卡背景介绍视频了，最近呢也是有不少同学跑来问我，炉石新版本奥特兰克的决裂在魔兽里有哪些原型，所以本期也是正好蹭不是借炉石新版本的热度来出一期视频。说起奥特兰克看过我编年史视频的朋友，想必对这片位于东部王国北方中心地区的覆雪山脉并不陌生。在这片山脉有强盛一时的奥特兰克王国，以及著名的奥特兰克山谷，它是人类王国的天然防御屏障，也是后来玩家们夜以继日奋战的40v40经典大战场。同时在这片山脉中也发生过许多魔兽史上的大事件，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大事件。在距当前时间线2800多年前的巨魔战争时期，人类与高等精灵联军在奥特兰克山脚下合力击溃了来势汹汹的阿曼尼大军。这场战争奠定了人类在东部王国的崛起，并且在战争中，人类还从高等精灵那里学到了魔法，这为后来魔法之都达拉然的建立以及守护者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第一次大战时期，由多隆坦领导的双狼氏族被古尔丹从部落中放逐了出去。后来，双狼氏族跟随艾泽拉斯上的元素之灵的指引，来到了与家乡双猴岭相似的奥特兰克山谷中隐居了起来。当多隆坦夫妇被古尔丹派出的刺客杀害后，氏族中最德高望重的萨满祭司德雷克塔尔接任了双狼酋长之位。在那以后，双狼氏族便在此悄悄发展着。在第二次大战时期，由奥格瑞姆毁灭之锤领导的部落大军想穿越这片天然屏障，对洛丹伦都城发起攻击。人类原本预估部落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穿越这片易守难攻的山脉，然而奥特兰克王国的国王却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人类，向部落大军大开方便之门，给他们指了条捷径，使部落只用几天时间就杀到了洛丹伦都城。如果不是因为部落中也出了古尔丹这个爱五仔，导致奥格瑞姆没了援军，那么第二次大战究竟鹿死谁手仍是个未知数。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许多年里，奥特兰克王国逐渐解体，之前富饶的王城也荒废成废墟，而前王国的部分成员则组建了一个名为辛迪加的组织。辛迪加流窜于奥特兰克山脉及其附近区域，表面上从事着犯罪活动，实际上是想夺回自己曾经的家园。同时，由于这片地区缺乏管理，使得豺狼人、狗头人、血巨人、冰霜巨魔等势力在这片山脉扎根下来，其中以豺狼人势力最大。为此，一位名叫木根洛锤的山丘之王来到奥特兰克山脉中，单枪匹马消灭了这群豺狼人。而其他那些势力见此状况，便躲进了深山之中。据说木根洛锤是来自于矮人中的雷毛氏族，后来他将在奥特兰克中的见闻带回了铁路堡，这为之后雷毛氏族来到奥山探寻矮人遗迹、寻找资源埋下了伏笔。时间来到第三次大战时期，奥特兰克山脉中的小镇斯坦恩布莱德此时已经在洛丹伦王国的扶持下发展了起来。突然有一天，一支黑石兽人的部队袭击了小镇，洛丹伦王国派出光明使者乌布瑟尔以及阿尔萨斯王子率兵前去消灭黑石兽人，这就是魔兽争霸3人类战役的第一章。在拯救了这里的人民后，阿尔萨斯等人便前往北方去调查天灾瘟疫了。这一去，原来那个阿尔萨斯再也回不来了。随着后来天灾瘟疫席卷洛丹伦，斯坦恩布莱德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在第三次大战结束后，辛迪加占领了斯坦恩布莱德，而奥特兰克废墟则被一群食人魔占领了。当时间来到黑暗之门开启后25年，也就是魔兽世界经典版本时，雷毛氏族派出的卫队来到了奥特兰克山谷中。这支卫队的首领名叫范达尔雷毛，这些矮人是来这里调查遗迹、采集物资的，并且在山谷中建造起了住所。很显然，矮人们的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早已在此地生活了20多年的双狼氏族的不满。双狼氏族认为是矮人闯入了自己的家园，是要将这些闯入者赶出去。于是，双狼氏族和雷毛卫队在山谷中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而联盟与部落也派出各自阵营的勇士参与到这场争夺战中来。在那个奥山取胜规则还没修改的年代，想要赢得一场奥山战场的胜利，少则1个小时，多则好几个小时，甚至打上1、2天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这对参战双方的玩家来说，不仅是对技战术的考验，更是耐久力与意志力的较量。在介绍完魔兽中的奥山后，我们再来看看炉石新版本是怎么展现奥特兰克这个经典大战场的。既然是以战场作为版本主题，那么其中的阵营对抗自然必不可少。炉石这次搞了个全服阵营对抗活动，现在登录游戏后，系统会提示你选择部落和联盟阵营，之后将得到你所选择的阵营领袖的金色橙卡。你可以通过对战为己方阵营累积荣誉点，通过累积荣誉点可以提升自己的军衔，解锁更多的奖励。在最后，累积荣誉点最高的阵营将获得胜利，全服玩家可以获得胜利阵营方的钻石领袖卡。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因为选错了阵营而少拿了一张领袖橙卡，因为据说还有其他方式能让你拿到对立阵营的金色领袖卡。说实话，这个全服阵营对抗活动还是很有趣的，就好像玩家真的在奥山战场里厮杀一样，很贴合奥山大战场的主题。
那既然都有阵营对抗和荣誉点了，又怎么能少得了荣誉击杀呢？是的，这次新加的关键词就是荣誉消灭。所谓荣誉消灭是指在你的回合中造成了刚好消灭目标的伤害，就会触发额外的效果。相信这些效果也会为战局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那么以上的这些内容其实早在半个月前就公布了，想必经常玩炉石的同学都很清楚了，详细情况我就不做过多介绍了。另外，在新版本公布的卡牌中，我还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那就是在每个职业中都会有一张的目标地点法术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场地牌。这些目标地点都是奥山里的地标性建筑，比如部落联盟对冲的平原、战场中央重要的复活点雪落墓地、易守难攻的丹巴达尔桥。当我看到这些卡牌后，眼前立刻就浮现出了当年在奥山里两面阵营玩家对冲的画面了。在情怀这一块，属实是被炉石拿捏住了。而在橙卡的设计上，炉石这次也是下足了功夫。通过画面上这张橙卡一览图，炉石玩家可以找到经历了前面几个版本的炉石原创佣兵角色，而魔兽玩家则会发现一些奥山里的经典 NPC 角色。红色标记是炉石的原创佣兵角色，绿色标记是这个版本的原创角色。塞满城熊男爵格雷希尔从卡面上来看，很像去年暴雪嘉年华的坐骑雪豹。盗贼城塞拉辛几星则是玩了一个战场夺旗梗。除此之外的橙卡都是在魔兽里有原型的。下面呢，我会逐一介绍这些卡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卡牌里除血色骑士赛丹和凯利亚血红外，均在奥山战场中出现过。那我们接下来先从中立城开始介绍起。德雷克塔尔和范达尔雷毛分别是奥山战场中部落和联盟的领袖。范达尔雷毛在魔兽史中少有提及，当他进入玩家的视野中时，就已经是雷毛卫队的领袖了，所以几乎没有额外的背景故事。相对来说，德雷克塔尔的故事就非常丰富了。这位盲眼兽人是双狼氏族的萨满祭司，是氏族酋长杜隆坦的左膀右臂。尽管这位萨满祭司曾经也跟过古尔丹学习过术士的法术，但幸好他还是找回了自我，重回了萨满之道。在艾泽拉斯元素之灵的指引下，双狼氏族来到了奥特兰克山脉中避世隐居。在杜隆坦夫妇遇害后，他接任了氏族酋长之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一直带领着双狼氏族在山谷中生存着。直到后来，一位名叫萨尔的兽人来到了山谷中，德雷克塔尔通过萨尔出生时的襁褓，认出了萨尔就是前任酋长杜隆坦的遗孤，并告诉了萨尔他的身世以及兽人们的过去。在那以后，他成为了萨尔的导师，指引和训练萨尔成为一位优秀的萨满祭司和未来兽人的领导者。再后来，德雷克塔尔跟随萨尔前往了卡利姆多大陆。在海加尔山之战后，他参与和见证了兽人新家园奥古瑞玛的建立。在奥古瑞玛的这段时间里，萨尔也时常向他的这位导师请教。在多年后的某天，萨尔收到远在奥特兰克山谷中双狼兽人发来的消息，称有一批矮人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德雷克塔尔回到了奥特兰克，继续领导双狼氏族和部落的战士们对抗北方的雷毛卫队。其实关于这位老萨满后面还有很多故事，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只能先简单讲这么多。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德雷克塔尔的教导，萨尔就不会意识到兽人在过去所犯下的过错，更不会成为一位致力于修补联盟部落关系、维系和平的部落领导者。接下来的3张中立城，血怒者科尔拉克是巨魔分支中的冰霜巨魔，他是冰斧部族的领导者。他和他的族人不知从何时起迁居到了奥特兰克。自从部落与联盟在奥特兰克开战后，冰斧巨魔便开始无差别地攻击着所有人，而他们的存在已成为了部落和联盟的共同威胁。在游戏中，两边阵营都会发出任务，让阵营玩家击杀冰斧部族成员，引出并击杀科尔拉克，接着把森林之王伊佛斯和冰雪之王洛克霍拉并到一起来说。这2位分别是由联盟和部落召唤出来的 NPC， 在完成了召唤后，他们会攻击敌对阵营玩家。不过在现在的奥山战场中，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了，甚至有很多玩家都还不知道有这2个 NPC 的存在，因为玩家们都会选择最有效率的获胜方式，而不会去选择召唤他们。下一组把战士城加尔范上尉和法师城巴琳达斯通赫尔斯并到一起来说。在游戏中，这2位被玩家简单粗暴地称为男人、女人。加尔范上尉在冰雪要塞防守，巴琳达则在石炉哨站防守。他们会每隔一段时间给己方阵营玩家施加 buff， 因此联盟玩家会优先击杀男人，部落玩家也会优先击杀女人来断掉 buff。另外，在巴琳达的卡牌介绍中还有一段官方吐槽，石炉哨站的首领绝对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加入一款叫炉石的游戏。下一组把猎人城空军指挥官艾克曼和小德城空军指挥官穆维里克放一起介绍。这2个家伙在奥山中非常悲催，因为他们的设定是被敌方阵营囚禁了3年的俘虏。兽人穆维里克被囚禁于丹巴达尔北碉堡，人类艾克曼被囚禁在西部双狼哨塔。当己方阵营玩家救下他们后，可以通过上交任务物品召唤他们加入战局。在后来的资料片中，这2位分别辞去了各自在奥山的工作，前往外域开启了新的生活。
下一位是牧师城纳亚克·海克森。讲道理，我十分怀疑这家伙就是被拉来凑数的。在早期版本时，这家伙会给任务让部落玩家去击杀暗夜精灵玩家，后来这个任务被移除了，他也就变成了一个白板 NPC 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拿这位来当牧师城，属实是有些不太理解。再下一位是恶魔猎手城凯利亚邪魂，这位呢是伊利丹的学徒，是伊利达雷中最狡猾、最老练的恶魔猎手之一。只可惜他后来背叛了伊利达雷，加入了燃烧军团。基尔加丹为了奖励他的跳槽，把奥达奇战刃赏给了凯利亚。好在由玩家扮演的恶魔猎手击败了这个叛徒，并取得了复仇专精的神器。不过看牌面上的凯利亚手中拿的还不是奥达奇战刃，看来炉石中的凯利亚现在应该还没有背叛组织。最后一个是圣骑士城血色骑士赛丹，赛丹是指赛丹打错汉，他与乌瑟尔、提里奥佛丁、图莱扬、格文拉德是第一批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圣骑士。在第3次大战结束后，赛丹与一众骑士团成员进入了被天灾军团占领的斯坦索姆。赛丹不小心落单，被恐惧魔王巴纳扎尔杀死，并夺取了他的身体与身份。后来巴纳扎尔借着赛丹的身份孵化了雷洛·孟格奈尼，蛊惑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后来巴纳扎尔又巧借名目成立了血色十字军，并用雷诺成为了血色十字军的领袖。在之后，巴纳扎尔慢慢将血色十字军变成了一个偏执狂热的组织。由此可以判断，这个血色骑士赛丹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恐惧魔王。而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奥山，卡牌上解释说有个兽人法师一不小心把他从斯坦索姆风筝到了这里。好了，在介绍完所有的城卡后，还有一些有趣的卡牌想跟大家分享，比如说狗头人监工的衍生卡牌护甲碎片以及废料铁匠。话说这护甲碎片是奥山的独有产物，把这个交给铁匠 NPC 可以获得 buff， 如实把奥山的这个小细节也还原出来了，好评加1。至于更多的一些小彩蛋，就等大家自己上游戏慢慢发掘吧。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记得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哦。好的，我是4213，我们下期再见。